道具和能力。列祖列宗啊，你们若是在天有灵，就帮帮穷的叮当响的子孙我吧。唉，再过几年，聂家就要绝后了，就没人给你们上坟烧纸了。你小子还拿聂家香火威胁我？是，快出来！我是你祖宗，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多少代后人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只有你每年都来祭拜你祖宗我，也罢，我就帮一帮你吧。祖宗显灵了！祖宗，您快保佑保佑我吧，我快穷死了！把手伸出来。这，祖宗，您神通广大，就给我这俩小玩意儿啊！嘿，你可别小瞧了这2件宝贝。孙子啊，我给你的这乾坤袋乃是一法器，能容纳万物，拿取自如。这聚灵瓶中盛的可是天地聚灵泉的一汪泉眼，一滴聚灵泉水即可增加生机，催生万物呢。这2件宝物你要好生利用，我们聂家人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切莫用这宝物做奸诈罪孽之事。哎，祖宗，那如果我以后再遇到了麻烦，我怎么再找到你啊？这个我给你做一系统吧。恭喜聂家祖孙聂天明成功绑定祖宗系统，积攒孝顺值可以召唤祖宗，获取更多道具和能力。祖宗！等你积攒够了孝顺值，大声呼叫祖宗保佑，我就出现了。可是您在坟里，我在坟外，我这怎么孝敬您啊？你还可以孝敬你的父母啊，年轻人，加油吧！好的，祖宗，我一定谨记您的教诲。好好孝顺父母。孝顺值加20。啊，这就能加孝顺值了？看来这孝顺值也没那么难攒。怎么有种花露水的味道？能增加生机，那意思就是能让植物快速生长呗。明天拿去地里试试。我去，这么神奇啊！我竟然能感觉到它的位置。那有了这2样宝贝，我还愁赚不到钱。爸，吃菜。孝顺父母，孝顺值加2。这也能加？天明真是长大了呀！妈，吃菜。待会儿我要去山里的地里去给山药除草，你呀跟我一块儿去。好。山药，祖宗说那灵泉水能增加生机，给山药浇点灵泉水试试，让我看看祖宗给的宝贝有多牛。天明，这做人呐，就跟锄地是一样的，一定要踏实能干。聆听长辈教导，孝顺值加5。这孝顺值加的真慢呢。今年的山药长势一般，收成啊也估计不会太好。山上果园里的苹果树可是咱们今年最后的指望了。想必帮老爸解决这个担忧，能加不少的孝顺值。爸，这些草不多，这些我自己一上午就能割完。您先去苹果园看看吧，马上就要丰收了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好。终于支走了我爸，趁他回来之前，赶紧试试祖宗给的灵泉水效果如何。
哇塞，这个山药居然比平常的大好几倍，闻起来还这么清香。这药水这么牛，这山药肯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。趁我爸不在，赶紧把地里都浇上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山药，爸，哎呀，种了几十年的山药，从没见过品质这么好的山药。还有股清香味儿。咱们今年这山药是丰收了，就是不知道10几天以后，咱们山上的果子会是什么样的。爸，现在山药还没有上市，咱们家的品质这么好，明天我就拉去集市上卖去，正好用乾坤袋装着山药，一次就能卖好几车的山药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山药一定要拿到城里去卖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！卖山药了，卖山药嘞！新鲜的山药了啊！来，看看山药，新鲜的。小伙子，这山药品质不错，怎么卖的？60块钱1斤，100块钱2斤。哎呦喂，小伙子，你是第一次出来做生意吧？怎么会乱开价呀？这个山药啊，现在还没有上市，价格自然贵。再说了，我这个品质的山药啊，大家应该都没有见过吧？品质真好，便宜点，我买2斤。我要是给您便宜了，那大伙不都要便宜吗？我这生意怎么做呀？给我来5斤。我也要。大家别急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！这么快就卖完了，看来我要再多拿出来点才行。放。买山药啦！卖山药啦！新鲜的山药！爸，我回来了。天明，你怎么给我转了好几千块钱呢？是我给你转的呀，我这还有呢。这些啊，都是早上卖山药赚的钱。增加家庭收入，孝顺值加10。天明，你在家好好多休息休息，我去山药地里多跑点山药，趁着现在好卖呀。明天你继续卖。行。太棒了，又卖完了。走，回家。哎，小伙子，先别着急走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不会是城管吧？或者随地摆摊，情况不妙，快跑！哎，小兄弟，别误会，我不是城管，我是农业局局长秦连海。请问您贵姓啊？啥贵不贵姓的？我叫聂天明，南泉村种地的。哦，聂小兄弟啊，是这样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农业局局长。当下呀，咱们家的这个山药品相很好，味道也特别啊。我把你的山药啊送去做了检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会在全县大规模的推广种植你这个品种，到时候带领啊咱们县一举致富。你看你有什么想法？好家伙，我这本来想卖点钱挣点孝顺值，没想到还要做大做强了呢。那太好了呀！太好了。好，这个呢是我的名片。有什么事儿尽管打给我。农业局局长？对，他准备把咱们家的山药在全县推广。我想着这是个好事，就回来跟你们商量商量。咱那地里还有很多山药呢，你给秦局长留点。好，我等会儿就给他送过去点山药，让他化验化验。祖宗给的灵泉水浇灌出来的山药肯定没有问题。听长辈的话，孝顺值加5。来，小兄弟给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啊，咱们家的山药啊，检测报告啊出来了，你看看。根据检测报告，秦局长，您长话短说吧。归根结底呢，就一句话。咱们家的山药啊，很稀有，很珍贵，我想要买过去做种。只是这价格嘛，你看。秦局长，我这个山药啊，就按一般山药的价格卖给你，明天送到你单位。太谢谢你了，聂小兄弟，我替咱们县所有的农民同志谢谢您。您太客气了，老哥，你有一个好儿子呀。光耀门厅，孝顺值加10。
那我就赶快回去着手准备这个种子推广的事儿。好，你们忙着啊，慢走啊！哎，拜。哎，天明，等咱们回家以后，你去果园里看看。好的，老爸。不知道这灵泉水能把苹果催化成什么样呢？这灵泉水也太神奇了吧！我刚滴下去，它的颜色就变了，闻起来也太香了。哎呀，今年咱家这苹果的品质啊，也这么好啊！哎呀，这前2天是青的，怎么这么快就熟了？这，一定是老祖宗在天上保佑着。等咱们有时间去拜拜吧。祭挂祖宗，孝顺值加10。等忙完这2天，咱们一起去啊！哎呀，明天用乾坤袋装着这些果子，带到城里大酒店，看能不能高价卖出去。您好，有预约吗？你好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想找你们经理或者是管事的。先生你好，我就是经理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先生。啊，那个，我这有品质10分好的苹果，你们酒店应该需要高端水果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好香啊，我可以尝一下吗？当然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敢断定，你这苹果一定会大卖。你果园产量有多少？啊，先说价格吧，这种品质的价格不会太低，而且我的产量也不多。这价格的事情我说了不算，我不负责收购。不过我会给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的，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一定会同意收购的。走吧，现在就去我们领导办公室去商量采购的事。领导，这位就是那苹果的主人。小伙子，带来的苹果不错啊。小谢，你去沏一壶茶过来。好。不必了，咱们直接聊事情吧。一会儿还有事情，就不麻烦了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带来的苹果是好东西，我听小谢说产量不高，我们全要了，出价30块钱一个。30一个？价格给这么高吗？31个已经很高了，如果你也同意，希望你提供的苹果的品质不会低于你今天带来的。好，我保证苹果的品质绝对1比1的好。这样罕见的苹果你有多少？大概10亩吧。多少？咋了？是太多你们不要？不，全要。明天我就派人去你那儿摘苹果。苹果收购的事谈得咋样呀？明天就有人来收，而且啊，苹果卖了一个好价钱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今年呀，咱家祖坟冒青烟，大丰收啊！不愧是我老妈，祖坟冒青烟这都能猜到。明天就有人来收购。今天晚上啊，千万不能出岔子。对，今晚呀，咱仨轮流值班，一时一刻都不能缺人。不用了，妈，你们俩休息，我一个人就成。你一个人能看得过来吗？我昨天睡得久，今晚估计很难睡着。再说了，有啥事我叫你们不就是了？你们到时候放心睡就好了。天明他妈，你就别操心这么多事了。他又不是个孩子，这点事儿他还能看不好吗？哎呀，那行，你要是有啥事儿啊，就喊我跟你爸。要是有啥闪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子。晓得嘞。要是你俩在，我怎么仔细研究我的聚灵全瓶呢？这聚灵泉水闻起来这么香，也不知道尝起来怎么样。拼了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干了！没啥反应。我去，肚子怎么这么痛啊？
祖宗这么搞我的吗？这是有毒吧？饮用聚灵瓶泉水，获得神秘隐藏技能，正在激发中。这系统都说获得隐藏技能了，竟然还要激发？算了，还是先睡觉吧。天明，快出来！一大早就有美女找你啊！叔叔阿姨，我是天明的朋友，也就是来收购苹果的。欢迎欢迎，苹果都在里面，去看看去。谢经理，你们跟我爸妈进去摘果子吧。好，咱们这边走。昨天系统说的隐藏技能到现在也没有激发，不如跟张胜进山里玩玩，休息休息。张胜，你盯着我家果子做什么？我在想，你们家种果子是有啥妙招？怎么这庄稼果子一个比一个种得好？嗨，祖宗保佑呗！呸，扯的没用的！把你家弩架拿来，我们去打猎吧。行，走，走。隐藏技能激发完成，宿主获得天眼和顺风耳。这系统还挺神啊，预测到我这会需要用，这技能听起来确实好啊。张胜，2点钟方向。这兔子这么肥，足够饱餐一顿了。天明，真有你的，这么远都能发现目标。我有顺风耳，老远就听到兔子出来了。你不吹能死啊你！让我来试试天眼能干什么。干啥？你突然停下？眼前这块石头底下冒着碧绿色的光，肯定有啥宝贝儿。张胜，咱俩打个赌，眼下这个石头绝对有宝贝。不就一块破石头吗？身上多的是，能有啥宝贝啊？你愣着干啥？快来帮忙！总算搬完了，也没见啥宝贝啊。哎是。哎，张少，我挖到宝贝了，人参，估计是100年人参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天明，你小子厉害啊！我家祖坟冒青烟了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走吧，打捞恢复。行。天哪，这真是你挖出来的呀？当然了，张胜亲眼看着我挖出来的。哎呀，这天底下能开天眼发现宝贝的，也就我一个吧。这能让你挖出来，这真是咱家祖上积了德呀！这人参该咋办啊？爸，给你拿去泡酒吧。你最近不是腰疼腿疼吗？人参最滋补了。父慈子孝，孝顺值大增，提前开启祖宗系统，宿主现在可以召唤祖宗。太好了，虽然现在没什么困难，但是祖宗，我来孝顺您了。你爸他那都是抽烟抽的，让他把烟戒了，啥都好了。这人参呀，现在就是咱家的传家宝，谁都不能动。这以后呀，是要传给我大孙子的。那我的生死就不重要了。你呀，滚一边去吧。祖宗保佑。啊，祖宗，这个祖宗系统该怎么使用啊？很简单的，你不是集齐了100孝顺值吗？现在可以兑换继承一个祖先的手艺或天赋，以后你也可以随时和我见面了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需要什么技能，我可以等下次再选择兑换吗？可以，你需要的时候召唤我就可以了。系统更新，待积攒20孝顺值即可开启祖宗商店。祖宗，这祖宗商店又是啥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集齐20孝顺值不难，但是这个祖宗商店听起来挺有意思的。喂，你在家也没什么事儿，明天给我上山吧，看能抓点啥不？行啊，明天咱们山下集合。好啊好啊。
有了祖宗给的聚灵全瓶和乾坤袋，我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技能，不如换一个狩猎技能吧。祖宗保佑！孙子，不是刚见过吗？祖宗，我知道我要兑换什么技能了。咱们祖祖辈辈上有没有猎户啊？我想兑换狩猎技能。有，聂勇，技艺为狩猎，天赋为体能超强，后辈子孙聂天明，恳请祖宗允许继承。很健壮的身体，是打猎的好苗子，允许继承。打猎只为生计，切勿滥杀无辜。子孙谨记祖宗教诲。这也太神奇了，我现在感觉全身都是劲儿，现在就是狩猎高手。明天进山，我肯定会收获满满。哎，别动！哎，你看那儿，有一条蛇。我靠，还真是！咱赶紧走吧。哎，别动！这蛇估计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如果我们贸然逃跑的话，它肯定会对我们发起进攻。接下来看我的就行。还是你聪明啊，提前准备了砍刀，不然今天咱俩交代在这儿了。先别废话了，你离远点，好，我来对付他。那你小心点啊！我靠，牛啊！3下5除2把蛇拿下了，哥们牛吧？来呀！行，今天是对你刮目相看了，下次上山还叫你。那必须的，咱俩谁跟谁？但是咱俩今天说好啊，这蛇可归我了。哎，你说了算。走。爸妈，你咋累成这样呢？哎呀，天明，这蛇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天明，你没事吧？没被蛇咬到吧？不能说这是我在山上打猎弄的，不然爸妈这担心的架势，我下次再上山就难了。没事儿，这是我跟张胜在路上捡的。你看，蛇偷偷被压坏了，身子还能值点钱，我就把它拿回来了。以后再遇见这东西，离远点儿，万一没死透咋整啊？知道了，妈。不让父母担心，孝顺值加20。孝顺值够了，现在应该能打开祖宗商店了吧？我非要看到底是个啥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。祖宗，孙子，这次召唤我是为何呢？祖宗，上次系统提到的祖宗商店是啥？现在能开启了吗？祖宗商店里有各种灵丹妙药，通天法宝，只有孝顺值才能兑换。以你的孝顺值，现在只能兑换通灵丹。通灵丹听起来也挺厉害的，祖宗，我要兑换。成功兑换通灵丹。通灵丹，天地万物皆有灵，食用后可通晓虎豹年兽之语，出山入海，逢凶化吉。这么牛，刚好跟我的狩猎技能相配合呀！老夫告辞了，有事再召唤我吧。进去。恭送祖宗。明天跟张胜上山，一定要试试效果。天明，你说咱今天能遇到野猪吗？这一块应该不行，再往里找找。行。咋了？前面有小野猪，咱刚来就碰见野猪，运气这么好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合力把它抓了。抓啊！这应该是一只落单的小野猪，咱俩合力拿下它，应该绰绰有余。行，你跟我说该怎么行动。见机行事，听我指挥啊！好。张胜，快跑！啊！跑！
牛啊，兄弟！我说你咋突然让我跑呢？因为你一跑，这小野猪就会把你当成猎物，然后它的注意力全部在你那儿，对周围放松警惕，所以我就好抓它了。行，上次抓蛇我对你是刮目相看，这次是五体投地了。那咱现在也算是满载而归了。不过这小野猪少说得有个几十斤，咋给它弄回去啊？还好把乾坤袋带来了。这样，咱先回去，一会儿啊，我弄个板车来拉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也行，那咱走。走。我可要把接下来的戏演好。爸，爸，快来搭把手！爸，快来搭把手！这野猪你在哪儿弄的？张上那臭小子帮我抬一半他就跑了，快给我累嘎了！哎呀，天明，你这是从哪儿整的啥呀？哎，这是哪儿整这么个东西啊？我跟张胜在山上闲逛的时候发现的小野猪崽儿，咱现在给他宰了，给张胜家送一份。你这孩子，这多危险呐！就是，我挨给伤着咋整啊？爸妈，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？别担心了啊，动手吧！宰啥宰？这么好的东西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明天去问问谢婉君，他们酒店要不要？好。未雨绸缪，孝顺值+5。这增加孝顺值的方法还挺多种多样的呀。你说这些天咱家净碰上好事儿，咱们家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？爸，虎父无犬子，我爸都这么厉害了，他儿子能差吗？那是。天明，今天怎么穿这么帅？是不是到县城来相亲，顺便来我这儿啊？婉君姐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这是专门来啊，就是想问问，我打了一只小野猪，你们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你提供的可都是些好东西，而且今天还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大画家要来我们酒店，正好招待一下。国内知名画家，卖画应该也挺赚钱的。不知道我祖宗里面有没有会画画的？我要是继承祖宗的绘画技巧，岂不是又能赚一笔了？天明，啊，你傻笑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。那婉君姐，能让我见见那位画家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晚上你忙完叫我，我就在旁边随便转转。好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！今日召唤我，所谓何事啊？祖宗，咱们聂家是不是有绘画高手啊？是的，聂明山，技艺为绘画，天赋为妙手丹青。祖宗，申请继承。李老师，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一道菜和一个人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野猪肉，特别美味，您尝尝。野猪肉确实美味，不过您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还有一个人，该不是只有这个野猪肉吧？啊，正是他，这个野猪肉啊，就是他提供的。他得知您要来，特意要过来见您。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还给您准备了什么别的惊喜。李老师，听闻您的到来，冒昧打扰，还请您谅解。年轻人不必客气，你给我准备的惊喜，不应该只是这一道野猪肉吧？当然不是，您稍等。
花季拙劣，还望前辈批评指正。你这是拜在哪位门下呀？竟然做出这么美妙的山水画呀！李老师过誉了，这是我瞎琢磨的。没有老师，我总不能说是我的祖宗隔空传授给我的吧？自己琢磨，这可是旷世奇才呀！这幅画你开个价吧，多少钱我买了。以后要是还有其他画，我继续高价购买。李老师，我对画的行情不是很了解，您说多少就多少。好，痛快！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来，坐下一起吃饭吧。谢经理也坐下，咱们一起吃吧。谢谢李老师。谢谢李老师。天明，哦，不对，天明老师，你真又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。等会儿去买辆车，总不能一直让爸妈骑那辆3轮车吧？是啊，说是呢。爸妈。最近我不是赚钱了吗？给咱家买辆车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刚挣点钱，你都不知道攒着点儿，这以后要是娶了媳妇儿咋整啊？钱没了，咱可以再挣嘛，是不是？咱买辆车，咱干啥不方便啊？你买就买吧，你看买这么贵的车，你让我们开，这不是浪费吗？就是，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嘛，对吧？你俩就别说了啊，车在门口，钥匙放这儿了。走。孝顺父母，孝顺值加20，可兑换祖宗商店里的宝物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。哎，祖宗，你已经赚到了买车的钱，我们聂家子孙果然都是好样的。全仰仗祖宗您的教诲。可以，不愧是我聂家子孙。这是祖宗商店里的宝物，昆仑玄铁，是对你如此孝顺的奖励。多谢祖宗。我先走了。恭送祖宗。昆仑玄铁随意变换形状大小，削铁如泥。有了他的助力，进入南泉山更深处的话，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。明天就进入南泉山更深处，看看有没有宝贝。这里人迹罕至，估计有什么好宝贝。这附近的灵气，估计就是这株灵芝散发的。这么高，怎么给它弄下来？算了，富贵险中求，干就完了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。祖宗现在没空，系统可以回复宿主。祖宗系统，我待会儿如果从悬崖掉落的话，祖宗系统能帮助我吗？祖宗系统还没有开启应急救助的功能，有待于日后完善。日后完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祖宗系统还不是最终版。祖宗系统的完善需要宿主提供大量孝顺值，并且需要继承一定数量的祖宗能力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继承祖宗的能力越多，获得的技能就越多，系统也就越完善。是的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，千万不能让我摔死，我还要给我父母养老呢，也不能让我摔残啊！这样的话，我爸妈肯定会心疼死我的。啊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又去上山了？这眼看着就要入秋了，那山上的野猪，还有那熊瞎子啥的，都出来寻找食物，储藏过冬了。那山上多危险呢！你以后不准去了。妈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以后一定少去，好吧？是不准去。哎，好了，知道了，妈。来坐。以后不去了，好吧？啊。体贴父母，孝顺值加10。现在孝顺值加的越来越快了，
马上又能兑换祖宗的记忆天赋了。哦，对了，天明，前2天谢婉君派人来收苹果时，突然带了句话，说过2天大晚仙有一个重要的招待会，请你去帮忙。啊，知道。婉君姐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让我送点食材过去。啊，别人请你办事，你就好好的办。明白爸。啊。明天的招待会，市里的电视台会来直播。你可是帮了我们酒店大忙啊！领导您客气了，您出钱我出力，公平的很。天明兄弟的性子就是直爽。你待会儿去跟会计报个账，今天天明兄弟带来的食材直接报账20万。好。我听说上次李青书先生来我们酒店时，天明兄弟也在这儿，还展示了惊人的画技啊！领导您过誉了，我那个只是小打小闹，不过我跟李先生聊得确实挺愉快的。怎么了吗？那正好，明天的招待会正是以李青书先生为首的异形画家啊。天明兄弟今天就留在这儿吧，明天可以和李青书先生一起就餐，未尝不可呢。是啊，天明，你就留在这儿吧，酒店我给你安排。好。哇，你看这画，这太巧了，是啊，这确实不错啊！是什么时候开眼界？就是说这么好的画。直善是女，看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啊！真厉害，画是好画，只可惜只是件仿品。天明小友，好久不见呐！李先生，这幅画乃是我画的，仿的是唐寅唐伯虎的。你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名字，还看出来是件仿品，不简单呢。没有，真是不简单。只是啊，略懂一二。能否再给我这个老家伙再讲解一二？线条遒劲飞舞，侍女的形象刻画十分生动。这个形象跟当时的宫女非常相似。真不错，真是厉害。天明小友，今日你我2人相处融洽，你所描绘的乡村劳作场景和光怪陆离的神怪之事，都令我大饱耳福。这次蒙兴县没白来，咱俩认识也有一段时间，也算得上忘年之交了。听说了这么多南泉村的事儿，我不得不被深深吸引了呀。等有时间，我一定带李先生去南泉村转转。上次我来，咱俩没有畅饮交谈，也没有去南泉村。这次咱俩畅饮交谈了，南泉村不去也说不过去了。李先生明天不是有别的安排吗？有记者跟着，不自在。明天咱俩偷偷去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不太好吧？哎，有啥不好的？莫非是天明小友不愿意让我去？啊，没有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今晚咱俩一醉方休。哎，咱们先吃早饭。昨天晚上聊得太高兴了，晚饭都没怎么吃。好啊，不吃早饭，我这身子骨也受不了。爸妈，这位是李先生，我在大宛先认识的朋友，来咱们村里来采风创作。现在咱们家里来吃饭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家里要来客人你也不说一声，我这啥也没准备呀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妹子，别劳烦了，做点疙瘩汤就行了。要是有自家腌的萝卜小咸菜，那就更好了。哎呦，好嘞，您稍等哈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先进屋坐。行。哎呀，多少年没吃这口了，做梦都想吃呀！喜欢就多吃点。哎，天明，你们家有比较宽大的纸吗？这我得找一下，您稍等。好，我来收拾。李先生，家里只有这些。
还请见谅。吃你们家一顿饭，理应画幅画作为感谢呀。确实不错。好，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画的真不孬，我等会儿啊就把它挂到墙上。这印章一盖，这十里八村的，谁家能挂得起这么昂贵的牡丹富贵图啊？李先生，咱们可不能在我家逗留太久，估计电视台的人一会儿就找到我们了。行啊，行啊，多谢你们的招待。李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是天明的朋友，又是咱家的客人，招待不周还请担待。爸，您别客气了，照顾好大师。放心吧，爸。哎，那我们去了啊。大师慢走啊。李先生稍等，我打电话叫了个人来，一起上山。考虑周到，孝顺值加10。好啊，人多热闹。李先生，我不是为了热闹，我怕一个人护不住你啊。你这小子。来了，咱们走吧。这还不错吧？今天咱们就不往深山里去了，就在这附近吧。不会是因为我这老头子在吧？你还别说，就是。您别听他胡说，深处光线不好，也没有什么好的景色，全是树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今天干一件好玩的事情。哎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打鸟。未雨绸缪，孝顺值加10。这都能加孝顺值啊，真是令人意外。唉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啊？原来你早有准备啊！打鸟好啊，这样李先生还能看到南泉村清澈透明的天空。还是张胜小兄弟考虑的周到啊！哪天我灵感大发，创作出惊世大作，到时候请你们俩做我的助理呀！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！哎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都怪这石子儿。张胜，把打的鸟放到竹篮里去，咱们收拾收拾回去了。回哪儿啊？县城啊，估计咱们下了山啊，记者他们也到了村子里。哎，该来的终究逃不掉啊！李先生，等您退休了就来我们这儿住吧，到时候我跟天明天天带您逛。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啊，不如今天跟我回酒店，咱们再聊一夜。行啊，求之不得呀！走吧，下山。你看他给我发消息了。这个呀，我听听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应该是本地人吧？啊，对，您是谁？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本地人了。我是来这里采风的画家，这不是一个人太孤单吗？你知道哪里有吃快餐的？哎，就是陪睡的，跟我睡一夜，第二天一早给他钱他就走了。你说嫖娼吗？你别瞎说。不瞎说，那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您跟警察说去。哎，为人正直，孝顺值加10。聂祖可真是没看错人啊！就算你手里有我的把柄，但咱俩无冤无仇的，你也没必要缠着我呀。我不会害你的，我就是想啊，跟你做个交易。交易？
什么交易？您不是画家吗？我当然跟你做有关画的交易啊。直善仕女图，你从哪里弄的？是真迹吗？真迹倒不至于，但是手法跟唐伯虎画的一般无二。你也看到照片了，什么品相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确实很像唐伯虎的真迹啊，临摹的很像，但还是欠些火候，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这明显是想坑我一笔啊！这样吧，我不是不懂画，这画就卖你10万，品质你也看到了，就算便宜你了。10万？你真是狮子大张口啊！少一点。8.8万，不再还价。什么时候交货啊？昨天凭着对李先生画的印象，才画了一部分，估计还需要把他的画借过来再看一看。今晚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样就卖了一幅画呀？你小子可真够贼的。哎呀，吃吧，卖了就算了，这事说出去也不体面。不是，也没见你装，你从哪儿来的？要想个借口搪塞过去，不能把祖宗给的乾坤袋给暴露了。特意给你准备的，不是怕你路上饿吗？行，正好饿了。成功隐藏祖宗系统，孝顺值加10。吃嘛。你吃吧，啊，多吃点。哎，天明小友，这几天有看上的画没有啊？哎呀，对别的没有那么感兴趣，还是最喜欢李先生您那《直善仕女图》啊。喜欢我就把它送给你吧，就当做是这些天你对我的照顾了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啊！要不这样，李先生，您借我看看就行。哎呀，没事，就送给你了。看清楚了，等会儿就回去画出来，卖给那个李庆贤。李先生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这幅画我看一眼就行。谢谢李先生。好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早上你就要回去了。我这几天累得不行，恐怕没法送你了。一路顺风。这也行啊？来吧，吃吧。还有？这不怕你吃不饱吗？李大师留着门是等着快餐送上门呢。没事就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合作伙伴的？这是答应你的图，明天我就要回去了，赶紧给你送了。信守约定，孝顺值加10。把你的银行卡号发我，我立刻把钱打给你。以后不准再提快餐的事了。那是自然。又是一笔进账，明天回家好好休息休息。哎呀，画画可把我累坏了。走了。爸，背着喷雾器干嘛去啊？现在也不用除草了。这不是后街瑶瑶他们家里的窗户都被小虫子、飞蛾都给咬坏了。他妈到咱们家借了个喷雾器，我和你妈就过去了。你这水没到啊？没有啊，这不是咱们上山除草的时候
剩下的除草剂也有毒性，我就直接掺了给瑶瑶家，专门治飞蛾的药。你都掺里面了？对呀，咱们都种了这么多年庄稼地，农药掺一起也没啥问题啊。我之前就不应该倒几滴聚灵泉水进去，这下好了，浪费了不说，聚灵泉水加毒药。没事，我就问问。别让药水把瑶瑶家的门窗泡坏了。天明他妈，不好了！你们快去我家看看！完蛋了，8成是那药水起了啥作用？好，哎，你们看，我们家的门窗直接被啃光了，一半的蛾子被毒死了，剩余的全都飞走了。该不会是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这平时的蚂蚁和飞蛾哪有这么厉害呀？哎，我也纳闷了呀。我想着出去转转，让屋里散散味儿，怕呛到。回来一看，门窗就成这样了。哎，哪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这肯定是毒药。这肯定是毒药啊！刺激到他们了。他们这个空洞里本来就住着很多蚂蚁还有飞蛾，你要刺激他们，把他们刺激醒了，这才把门窗全啃了。那其他跑出去的蚂蚁飞蛾咋办？该不会是啃别人家门窗去了吧？鸟吃虫，用画眉鸟来对付它们再合适不过了。刚好之前和系统兑换了通灵丹，能和动物说话。你能下来帮帮我吗？我们村出现了很多飞蛾飞蚁，能下来帮我消灭它们吗？把你的伙伴都叫来，我有好处给你。好样的！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们。村子里那边还有事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再见。天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是不是害怕自己惹上麻烦，跑了呀？哎呀，妈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你就这么想你儿子？你儿子是那样的人吗？你就这么想我啊？我肯定是出去找解决办法去了呀。那你找到了吗？还没。切！但不过我听说村里来了一群画眉鸟，把那些飞蚁飞蛾吃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切！咱家也来了，还冲着咱家屋里头磕头呢，象征着咱家呀要大富大贵的样子。有我在，有祖宗保佑，大富大贵是肯定的事情。呀，你爸也真是的，以后这些忙啊就别帮了。咱们觉得是好心，但别人不这么认为呀，说不定背后怎么说咱们呢？哼！哎，你爸还不乐意听了，这以后呀有他吃的亏。哎，只不过可惜瑶瑶家的门窗啊，全木的，全毁了。木质的？对呀。妈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一个个的都不理我了，真是的。祖宗保佑！祖宗，您这次来这么迟，是因为出什么事了吗？只不过睡着了而已。子孙，这次是怎么了？上次因为自己的一些失误，给别人造成了损失，心里很过意不去，想着做些弥补。那你怎么弥补呢？我的孝顺值应该攒够了，可以兑换一个祖宗获取他的技能天赋了吧？我想兑换木匠天赋。你那又是木匠，又是猎人的，难道你就没想着直接兑换一个千万级有钱人吗？咱们聂家可是有许多的有钱人呐。
那为什么到我这一辈没有有钱人呢？我依靠祖宗系统在这个世界已经很作弊了，我不想让自己完全依赖祖宗系统，靠祖宗系统继承祖宗那些技能和天赋，跟继承千万资产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不一样？哪一点不一样呢？继承祖先的技能和天赋，不仅能提升自我，还能帮助我获得千万资产，甚至还可以帮助别人。好，不愧是我聂家子孙，不愧是我选中的人。我们聂家祖上确实有一个技能巧妙的木匠，现在就对你进行继承。好呗，希望你不会辜负我对你的期待。子孙定全力以赴。凭我继承的技艺，一定能够制作一个很好的门窗，还给瑶瑶家，还能给咱们家做点东西。谁在这看书？陈爷爷，天明啊，我以为是偷树的呢，怎么在这儿看书啊？这不是瑶瑶家门窗坏了吗？寻思给她重新做一个。你这孩子，竟然还会木匠，改天也给我打一副。行，等我把他们家做完。不必了，我什么也不缺。咱们村最近那件事你听说了吗？啊？啥事啊？哦，非遗的那个事儿啊？对呀，咱们村的傩舞不是一直很有名吗？只是这些年没落了，所以村里想通过这个方式继续流传下去。哎呀，我这把老骨头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多发发力喽。陈爷爷，你放心吧，我把这点干完我就去看看。好，那你先忙啊，我到山上去逛一逛。好嘞，您慢走。帮助村民孝顺值加10。主任，我有办法让咱们的傩舞申遗成功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都对傩舞不感兴趣，老一辈的年龄也逐渐大了起来，也跳不动了。再这样下去啊，傩舞就要消失了。我也只能通过申遗对其进行保护了。傩舞是咱们的传统舞蹈，得结合现代文化，才可以让它焕发生机。这事儿交给我吧。天明，还是你主意多，让我这当主任的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落地了。助力村庄孝顺值加10。主任，我也是咱南泉村的一份子，也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现在你们年轻人呢，够接受傩舞了。我明天就去县文化局申请非遗，也算是为我们村获取更多财富吧。你好。你是来为傩舞申遗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昨天下午我们邻居下班的时候，有人来为傩舞申遗过了。申遗过了？是南泉村吗？是胡族村的，随请回吧。胡族村？这该的胡族村。看看。主任，这材料准备的很齐全，申遗应该没问题的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原本以为啊也会一切顺利，可我去了县文化局，他们告诉我被隔壁的什么胡族村给申遗过了，现在想申遗也申遗不上喽。好在傩舞开始被更多的人接受了。主任您放心，这个事儿交给我吧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！祖宗，我最近遇到了麻烦事儿，还想请您帮忙。是傩舞申遗的事吧？您怎么知道？不瞒你说，你所经历的事，我几乎都知道。还好没干过什么坏事，不然就遭殃了。既然您知道的话，我该怎么做？隔壁胡族村
多年来都与我们村作对，不只是申遗，在其他方面也不对付。之前我不愿掺和你们世界的事，奈何他们得寸进尺，看来我不得不出马了。祖宗，您准备怎么做？这个你不必多问，等明天你再去县文化局一趟，重新申遗就可以了。我再去一趟有啥用啊？犯路债啊！放心的去吧。多谢祖宗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来为那个挪武申遗的。你是南泉村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昨天你们村来了一个人，说要给挪武申遗，然后我告诉他挪武已经被申遗过了，他就回去了。今早也来了一个人，撤销了对挪武的申遗，所以我猜你是南泉村的。那您知道他为什么撤销申请吗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但他来的时候神情挺惊慌的，还一直嘀咕着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祖宗到底是用了啥方法呀，给他吓成那样？好的，那您帮我申请一下吧。主任，咱们的挪武申遗成功了。我知道，昨天不是被隔壁村申遗成功了吗？是咱们村申遗成功了。什么？你确定？对，我早上去一趟县文化局，重新申遗了一遍就成功了。哎呀，天明，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了。你用什么办法？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我只是跟县文化局说明了一下情况就过了。好，哎呀，我们村里面一定搞个活动，欢庆挪武申遗成功。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，你可是大功臣啊！好，一定一定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不送了。好，哎，我也把这好消息通知下去。哎，天明，你这几天秋收也过了，你干啥去了？天天不着家，是不是又偷偷上山去了？乾坤代理的保护够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上山了。妈，您对我颁发了禁山令之后啊，我可一次没去过。这喇叭一响啊，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爸，话别说太早。咱们村的挪武正式申遗成功，在这里我代表咱们村感谢一下聂家聂天明，正是在他的帮助下，挪武才能申遗成功。妈，这次知道我去干嘛了吧？爸，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吧？切，咱儿子出息了，这以后呀，我跟你爸走到村里呀，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没那么夸张。不过儿子呢，你做的这件事情啊，确实给我们长脸了。且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，文武双全，样样精通。你确实是你爹的儿子，这个又能拍马屁，又能吹牛。天明，天明啊，天明，慌慌张张干啥呢？你叔您也都在，你们家停水了吗？停了呀，咋了？那都不着急啊？这个时间段每年都会停几天水啊，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准备着，过2天就来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次不一样，县里都派人来查看了，半天也没找出原因。我说找天明看看有啥法子没。你这孩子，这县里都找人来了都没用，你找他有啥用啊？他又不是专业的。爸妈，这样吧，反正我现在没事儿，我跟张胜一块儿去看看，啊？行，走吧。那走了，叔爷。哎，好。哎，主任，田明，张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主任，这我们也是村里的一份子嘛，咱这村里有困难了，咱想出份力不是？对啊。好啊。这位是我们县里面地质队的李庆海李师傅。哦，李师傅。这2位啊，是我们村的很优秀的年轻人。聂天明啊，张胜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李师傅，今年咱们村停水怎么这么严重？我们刚才已经勘测过了，没有发现你们村地下总井有水流声啊，很有可能是地下水改道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来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其他地方引水，可是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呀。
一时半会儿你们也应该拿不出来，所以恐怕什么呀？你就直接说吧，李师傅。恐怕你们村会陷入长时间停水的窘境啊！停1、2天可以，你总停着不行呀。是啊，那现在实在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来水，除非是有什么仙术。哪有什么仙术？要是有仙术的话，我也不用那么着急了呀。仙术，我有。哎，李师傅，咱们有绳索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想下去看看。坚决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天明，你能来已经对我们南泉村很大贡献了，你还要下井，万一有什么3长2短，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？我怎么跟村民交代？哎，主任您就放心吧，我有祖宗保佑我呢，绝对没问题。张生，你说是吧？我，是啊，是。李师傅，您把绳索给我吧。来，系上。不用担心了啊，小心点儿。天明兄弟，注意安全。底下有什么问题你就大喊，我们马上把你拉上来。好，张生，扶我一下。小心。哎呀，还不上来？天明都下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上来呀？放心吧，天明不会有事的。怎么办呢？上来了，天明，小心！可算出来了，主任担心死你了。哎呀，哎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了。天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哎，没事就行。天明兄弟，发现底下有什么问题了吗？问题倒是没发现什么，但是啊，估计5分钟之后，这个井水就会来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可不能开玩笑的。我那聚灵宝泉的神奇之处可不是吹的。哎，这水真上来了！这还真上来了，真的有水了！可以。天明兄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让我这个专业的人都对你敬佩不已。李师傅您过誉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只不过我下去的时候，水它自己就上来了。天明呢，啥也不说了。上次申遗成功，你功劳最大。这次啊，这水来，你功不可没。等回村啊，我们召集全体村民，给你开个表彰大会。对村里有巨大贡献，孝顺值加10。主任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，能为村里做贡献是我的责任，不用颁什么奖了。主任，你们村里有这么有为的青年，你可一定要珍惜呀！那肯定的。主任，李师傅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刚才下去的时候啊，怪累的。对，赶紧回去。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那我们走了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慢点啊，拜拜。天明，张胜找你过去，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估计一会儿就来水了。你解决的？我哪有那本事啊！我就是去总井水下看了一下。什么？总水井下面看的？那多危险呐！你这孩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妈，没事儿，你看我身上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祖宗保佑！祖宗保佑！祖宗，祖宗，这个钱币是我在井下时候发现的，我看着它和其他钱币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把它偷偷带回来了。您看一下。你猜的没错，这枚铜币确实不简单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汉代汉武帝时期的钱。汉代的？应该没错。这种钱币面值很高，
材质也很特别，这是在当时也很少见。那这岂不算得上是稀世珍宝？那我岂不是发财了？这枚钱币算得上是国宝级别的，你确定要占为己有？开玩笑的，我就是有这个贼心，也没这个贼胆。我明天就去县里把它交给博物馆。好，没事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祖宗慢走。秦局长，现在农业局跟博物馆也有工作上的联系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博物馆里面啊，陈列了有几十年甚至年代更久远的农作物标本。我们最近啊，在研制一种新作物，冬季种植啊，非常的合适，与博物馆陈列的农作物啊，有几分相似之处。所以说这次来，就是想借回去看一看。都在这里了，你呢？怎么来博物馆了？应该不会是来玩的吧？我一个农民，哪有啥雅致看这些啊？我看不懂的。天明兄弟啊，真会打趣自己。那这次来是所谓何事？这是唐代哦，不，是汉代的铜币。您怎么知道了？早些年啊，我研究过历史，可惜后来啊，迫于生计，渐渐的不提也罢。秦局长真是知识渊博啊，佩服佩服。天明兄弟啊，不仅会打趣自己，那打趣我，这水平也是一流的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次来博物馆，打算把这个铜币上交给博物馆？确实，我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不如上交给国家。天明兄弟，你这为人，必须是这个。哎，刚好我认识他们博物馆的馆长，这样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找来。好，谢谢秦局长。等着啊。哎呀，小兄弟啊，刚才老秦都跟我说了，太谢谢你了。这位是博物馆的吴馆长，刚才可能是太激动了，有点失态，别介意啊。没事的，这才显得吴馆长很尽民意嘛。小兄弟，你那枚铜钱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呀？天明兄弟，你真的打算把这枚铜钱交给博物馆？这个本属于国家的财物，我上交是理所应当的。保护文物，孝顺值加10。哎呀，兄弟啊，对你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啊！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。就不必客气了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我们送送你，我们送你，走。艾玛，这锦旗，我也是奇了怪了。就在你回来之前没多久，来了几个人，说是县博物馆的，说是你对县博物馆做出巨大贡献，特地送来锦旗，表示感谢。这县里多待了一小会儿，锦旗就送来了，这速度也没谁了。这锦旗，这还写着你的名字呢。我当时还想问问他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弄错了？后来他们很确定，我还想着等你回来再问问你，但他们说呀，县里工作忙，人都走了。哎呀，天明呀，你啥时候去的博物馆呢？你要是没有啊，咱就把这锦旗给他还回去。哎呦，妈爸，这锦旗就是你们儿子我的，我刚从县博物馆回来。啊？你啥时候去的博物馆呢？你对县博物馆做出啥重大贡献了？我前几天不是下了趟井吗？在井里捡了一个铜钱，然后呢，这个铜钱是汉代的，我就给它交到博物馆了，稀罕得很。哟，还有这事儿啊？我没来得及说嘛。哎呀，干儿子有出息，比你强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孝顺值加10。不是，
这系统也觉得我比我爸强。我不在这儿跟你娘俩瞎扯，我到西边田里走走去。哟，你看看这……哎，爸，等我一会儿，我也去。这马上就要冬天了，大片的农田呀都要变田地埂。冬天确实不适合种植农作物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搭建大棚来种植农作物呢？村里早就提出这种想法了，但到现在呢，没有人敢啊。怎么，你想尝试？村里人没有试过，我想做第一个尝试的人，抓住每一个挣钱的机会，早日让爸妈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行，如果你确定了决心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支持你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越快越好。大棚搭建需要时间，如果太晚的话，就会错过播种的时间。好，那咱们就尽快动手，搭建大棚，找人这些事情我来做。你呢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来做。得到父亲认可，孝顺值加10。对，祖宗系统一定能给我提供很大的帮助。祖宗，我想在冬天种植农作物，您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与帮助吗？有倒是有，但是你这属于不顺农时呀。你所收获的效果，恐怕与你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呀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就算失败，我也不后悔。好，你愿意拿孝顺值兑换吗？年日月，记忆为种植，天赋为了解每一种农作物的习性。年轻人，祝你好运。多谢祖宗，有孽之夜祖宗相助，还加上聚灵保全的作用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爸妈，天明，我刚刚把你昨天说的种植的事跟你妈说了，你妈她也很支持。这不，一大早换上衣服，准和我一块去到田里干活去。天明呀，你放心干吧，我跟你爸呀都很支持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一家人那么客气干啥呀？我跟你爸呀去忙大棚的事儿，你呢，有啥计划呀？昨天晚上查阅了一下资料，决定种黄瓜。因为黄瓜在冬季很少有人种植，相比起夏季，它的销量丝毫未减。而且大棚完全适合黄瓜的生长环境。可是，好是好，但是现在黄瓜种应该不太好找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所以昨天我就联系了秦局长。他说他那儿有黄瓜种子，而且是研究的新品种。所以我一会儿去找秦局长拿。好，中午咱们应该把大棚盯着搭好，下午咱们就准备播种子。对，你去快忙你的啊！我跟你爸呀先去忙，然后你路上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好消息。秦局长在忙，贸然来访，打扰了。哎，哪里话，我呀就是专门在等你呢。不过话说回来呀，天明小兄弟啊，你是真有魄力啊，敢如此大胆的尝试，我对你啊是由衷的敬佩。引得他人敬佩，孝顺值加10。那，秦局长，您过誉了。如果您不给我提供黄瓜种子，我这个想法也没法实施啊。哎，我倒没做什么，只是天明小兄弟啊，这冬天种植黄瓜，不仅产量说不准，而且无论是从大棚搭建还是其他各方面，这成本都会大大的增加呀。这一旦亏损，这一年的收成有可能都要打进去。秦局长，你说的这些问题啊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的。好，那就祝你成功。谢谢秦局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爸妈，天明，我跟你爸一上午就把大棚搭好了，可没拖你后腿啊。爸妈，你们辛苦了。辛苦啥呀？咱自家挣的钱。哎，对了，
那黄瓜种带回来了吗？带回来了，给。哎呀，好呀，这万事俱备呀，只欠东风。啥东风啊，妈？哎呀，我跟你爸上午搭建大棚的时候呀，这发现这土里根本就没有肥料，这要是不施肥呀，这压根种不了。这样，一会儿我去买肥料。估计不太行，现在的肥料不仅贵还不说，而且还都是上半年剩下来的，没什么养料。聚灵保全，等黄瓜播种之后效果才好。现在有点浪费了呀，那该咋办呢？哎呀，死脑子，快想啊！中叶之夜曾掌握肥料配置方法，鱼杂混合草木灰。祖宗不愧是祖宗啊，方法点子就是多。妈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好，你跟爸也把大棚搭建好了，先歇着啊。待会儿再给地里撒点聚灵保全，黄瓜长势跟收场一定很好。喂，张胜，看看你经常钓鱼，应该知道哪有鱼的内脏。好好弄，你给我多弄点，一会儿我找你拿。天明，你要的鱼内脏干啥呀？妈，是这样，草木灰跟鱼的内脏可以合成有机肥。草木灰咱村多的是，鱼的内脏不太好弄。张胜他经常抓鱼，知道哪有大量的鱼的内脏。一会儿这样，我先去弄草木灰，然后再去找张胜，咱们争取今天下午就把肥给施了。好，那行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去吧，好。爸妈，我刚把黄瓜种上，你们着急忙慌把我叫回来干嘛？你支支吾吾啥？有啥不能说的呀？天明，刚才你在田里的时候，咱村里来了几个人，非说要一起种植黄瓜。我跟你爸好说歹说，这是没用呀。你说咱家也是投资带头的，这要挣钱了还好，这要是亏钱了，那村里人可不得埋怨死咱啊！这回您看我的，我保证让他们对我们刮目相看。你有啥办法呀？你可别瞎逞能。这个我还是有分寸的。不过，你们是不想跟他们一块种植黄瓜吗？不是不想种啊，而是村里第一次尝试，风险肯定不小，所以不敢让他们跟我一块尝试。对，你爸说的对，这呀，咱家今年是挣了不少钱。这投资基金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他们跟咱们不一样啊，咱们就算亏了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可他们呢，要是走错了一步，或是有一点不小心，那1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更何况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，很多时候无论遇到啥问题，你都要第一个站出来。我跟你妈是担心你啊。对呀，爸妈，你们考虑都很全面，但是他直接来咱们家了，就说明他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。他们要合作种植黄瓜这个事情，他们是非参与不可了。咋办呀？这样，我去找主任，看看他怎么说。好，那你去了好好说，可千万别逞能。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怎么？是，天明，哎，坐吧，坐吧。天明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啊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是黄瓜的事情？没错，王叔来找我呀，也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天明，听说你种植了大棚黄瓜，年轻人真有魄力啊！王叔过奖了，王叔也是想跟我一起种黄瓜。没错，我来找主任就是想通过主任去跟你说，但现在你来了，我就亲自跟你说吧。没问题，我们可以建成一个黄瓜的合作社，统一种植、出售，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，收益最大化，也可以避免某些农户的个人问题。但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这个合作社必须得我来当理事，就是这个一把手。天明，你才种了几年地呀？凭什么让我们这些种了半辈子地的人听你的呀？王叔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当这个一把手啊，绝对不是为了给自己谋利，反而会承担更大的风险。这点你们是知道的，
再者就是你们也看见了，今年我们家的收成，不然也不会来进合作社吧。王叔，天明说的在理，而且种大棚黄瓜也是他们家提出来的。再说了，给年轻人一些锻炼的机会，不是很好吗？行，我希望天明不会辜负主任以及我们大家的信任。温馨提示：3天后有特大冰雹，请注意防护。这系统啥时候还有天气预报的功能啊？我去，好像是祖宗在提醒我要做好黄瓜的防护。这天气预报3天后都是晴天呢，1个星期内都是晴天，这祖宗系统出了问题了吧？不行，宁可星期有，不可星期无。王叔，村民们建好大棚之后，立马让他们准备好防抛网，3天之后有特大冰雹。哪有冰雹啊？天气预报上说最近好几天都是晴天，而且种植户们家里都没有准备防雹网，去准备的话还需要去买，这成本可不低呀。王叔，这可是关乎到所有农户的收入。行，我现在就通知他们去准备。听取系统建议，孝顺值加10。天明，张胜，天明，你有没有礼貌啊？你不知道进别人家敲门吗？先，咋的？干坏事呢？你有事没事啊？没事滚一边去。哎，天明，要不说你真神了，这天气预报都说没有冰雹，还真让你说中了，正吓着呢。我把我家那防雹网盖好了，就来找你了。还不是哥们儿，夜观天象，提前2天知道啊？通知你们，不然这损失大了。我跟你说，吹牛吧你就，要有那能耐，气象局早把你要走了。哎，这个黄瓜快熟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卖了。你那销售渠道找好没？找好了。大晚仙酒店，当时我去找秦局长拿那个药的时候，就把收购的事谈妥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提前说收购的事儿。要不说还是兄弟你啊，还是那美女经理来。是因为之前给他们提供食材的时候，都是他来收购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人家是大堂经理吧，还能负责收购的事儿。怎么说，你俩有戏？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没事回家去，困了睡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块儿啊，我跟你说。啊，哎，美女姐姐，好久不见。别打岔了，人家谢小姐是来工作的。行。天明，你们这果园经营的怎么样啊？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？这一路走来啊，确实比较辛苦。你让人直接装车吧。农户们已经采摘的差不多了。你好，你们这收购价是多少啊？是市场价的2倍。天明没跟你说吗？多少？王叔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之前跟谢经理他们酒店合作过，他们的价格给的一直都比较高。好啊好啊，我这就去催促大家尽快采摘。谢经理，你不需要检测一下水果的质量吗？都是你种植的，我放心。再说了，真有什么问题，我再来找你呗，反正你又跑不了。好，我看这也差不多都装好了。行，王俊姐，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好。谢经理，你先忙吧，有啥事儿咱们就打电话。好，那我们回头联系。行。哎，别看了，这么舍不得。我都懒得理你，别打岔了，我还有一大堆事儿呢。行，忙去吧。哎，你干嘛呀？王叔，谢谢你。有啥谢的？我当初还反对你当这个合作社一把手呢。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农户考虑，后面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，谢谢。真不用谢我，你的能力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别说是这个果园种植合作社了，
就算咱们村以后再有其他的合作社，我还是推举你当这个一把手。不瞒你说啊，王叔，我确实有想做其他合作社的想法，可是现在太忙了，没来得及准备。没事，准备好了，第一个来找你王叔我第一个支持你。好。我第一个支持你。好。年轻有为，孝顺值加10。妈。啊？我想大雪封山前再去趟山里。这马上就要封山了，这山上的野猪、熊瞎子都要出来觅食过冬了。你上山干啥？那山上多危险呀！哎呀，孩子都大了，这么大了，自己的安全肯定能照顾好。你们爷俩呀，要去可以叫上张胜，2个人还安全。好嘞，妈，我来帮你端。哎，不用，让你爸端，反正他也没事。你坐那歇着，忙活一天了。遵命，反正你一刻也不会让我闲着。爸。天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要上山？暂时保密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你这孩子还在故弄玄虚呢。赶紧吃饭。哎，天明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打电话叫我来干啥？到现在也不说。别着急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对，就是这里。我们一会儿把东西放在这儿，然后我们就躲在后面的树林。来，走，我们躲到树林里去。不是，照你这架势是要捕猎呀？咱能捕到啥呀？而且你这手法也太拙劣了，咱们还没工具。别出声，活捉野猪啊！就这一把坚果，一个推车，还有咱俩活捉野猪，别被野猪活捉了就行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坚果，这是汇聚天地之灵气、具有智慧的坚果。等会野猪一来啊，坚果就会把野猪放倒，咱俩负责把它拉回去。你这吹牛的本事真是没什么。哎，别废话，藏好。天明，咱俩等的不说2个小时，也有1个半小时了。别说野猪了，就连个猪毛也没见到。回家去吧。你没听说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？啊！哎，你听，有东西靠近过来了，应该是野猪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啥也没听着。哎，你看，哇，还真是野猪。咱们应该怎么做？静观其变。啊。走，抓野猪去了！你干啥去？你不要命了？这野猪一看就是成熟的雌性，攻击力强着呢。3、2、1，走！我，天明，你这坚果真成精了呀！我在坚果上滴了一滴聚灵宝泉，那香味野猪不可能忍不住不吃的，又滴了蒙汗药，小小野猪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成啥精啊，成精！我在坚果上滴了蒙汗药，它能不倒吗？你早说呀！你在这装神弄鬼的，这不逗你的吗？没想到你还真信了。哎，这雌性野猪肉质肥美，吃起来味道肯定好。那是留给你吃的吗？雌性的野猪需要产崽，到时候我们还得给它放回来。保护动物，孝顺值加10。那你可真有爱心，不过你有啥用啊？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？别磨叽了，抓紧回去吧。哥，这猪啥时候能长大？这么小一点儿。这猪是你们从哪儿弄的？是山上抓的？对啊，天明哥想的法子，轻轻松松就抓到了。不过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抓这猪干啥。天明，
你给我们卖关子就算了，你还给你的朋友张胜卖关子呀？好，我说还不行吗？我抓野猪啊，是为了跟家猪配种，家猪的肉肥腻，而野猪刚好可以融合掉这一点。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呀，不过操作难度还是很大的，这不可控性也很强啊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反正试试嘛，对吧？也没什么损失。哎，哥，我家有猪圈，养的也有猪，你这在你的院子放着也不是事儿，要不我拿回家去？行，太行了，说不定还能跟他家配种成功呢。你回去吧，天明，有啥事儿我叫你。行，那你自己多注意点啊。哎，走了。慢点啊，哥。好。天明，天明，天明，你赶紧回来！咋了？这么着急？出啥事儿了？确实出事了，不过呀，是好事儿。哎，这野猪刚醒过来，就和我家猪交配上了。你说它现在是发情期。这野猪尝了点聚灵宝泉，竟然都能理解我把它弄到这里的意图吗？这么给力的吗？这么迅速啊！不是，我说你家猪怎么跟你一个样啊？常年处于发情期啊！你滚犊子吧你！我跟你说啊，这猪要是交配上了，你高低得给我2个。少不了你的，但这事儿你得多上心。放心吧，您就有我在呢。一会儿我去村里找赵主任商量一下开办那个合作社的事儿，你交给你了啊。走吧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忙去吧，哥。慢点啊。哎。哎，天明啊，主任，喝水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天明啊，黄瓜种植合作社办得很成功，不少农户啊也跟着挣了不少钱，还没感谢你。主任，这次来正好有些事儿想要跟您商量。我这2天从山上打了一只母野猪，跟张胜家的猪成功配种了，不出意外，几个月就可以产出小猪仔。来年小猪仔长大还可以再产，到时候可以扩大规模。咱们可以这样，在山上多逮几只小母猪，等它们交配产崽后再放回山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小野猪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扩大生产，再办个养殖合作社。这主意不错。咱们村呢，养殖业本来就落后，菜根子、菜叶子都可以喂猪吗？对呀，粪便可以当肥料，这是一条很不错的生产链。我跟主任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，咱们这个合作社能否建起来？现在啊，村民们都沉浸在挣钱的喜悦当中，现在去跟他们讲啊，比较容易接受。等过2天，我以庆祝黄瓜合作社丰收为由，把大伙叫出来吃个饭，到那个时候再说这个。可以啊。大家吃的也差不多了，我说2句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今天叫你们来呀，是为了庆祝咱们这个农村黄瓜合作社的丰收。其实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件事儿就由天明来和大家说啊。首先，感谢大家在种植黄瓜的过程中给予我支持，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，带大家挣到了钱。今天我想说的是，我想建立一个养殖合作社。具体的细节都在合同里体现了，麻烦大家看一下。这份合同啊，我大概也看了一下，咱们都是农村人，识字不多，但我知道啊，天明能带领我们大家挣钱。这份合同啊，我第一个签。来，天明。王哥都签了，那咱们大家也没有不签的道理。但是咱们村没有养殖的经验，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难题该怎么办？这个呢，请大家放心，我已经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，过几天呢就会来我们村里。好，主任也发话了，那我签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让我们一起挣钱致富。好，好，努力上进，孝顺值加10。哎，干嘛呢你？光天化日之下偷猪？谁偷猪呀？别血口喷人行不行？你别狡辩啊！
你拿着手机拍照，不是偷猪是干啥？咋的？你暗恋这猪？跟我去村部解释吧。张生，哎，主任，你干嘛呢？拉人家干嘛？不是主任，我这要去村部找你呢。他在这儿偷猪，被我逮个正着。什么偷猪的？这是我从农业大学请来的学生，来帮我们搞养殖的。我刚把人家接回来，刚才我去那边放行李了，快跟人家道歉。对不起。看好，这是我的学生证，我才不是来偷猪的。张生，给天明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趟，我给他们介绍一下。主任，哎，天明，你来了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我从农业大学请来的研究生，就是来帮助我们搞养殖的专家林小雨。这位呢，就是聂天明，也就是养殖合作社的提出者。以后啊，你们多多交流。你好，年纪轻轻便是专家，幸会幸会。你好，年纪轻轻便能提出建立养殖合作社，敬佩敬佩。我刚刚说他是偷猪贼，他不会记仇吧？林小姐，他刚才说你是偷猪贼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再说了，哪有这么漂亮年轻的偷猪贼啊？没事没事，误会一场。他还挺负责，把猪照看得这么好。有什么问题你们再沟通。我呢有点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小雨啊，这个村里面你不是很了解，有什么不清楚的多多问天明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好好沟通，好不好啊？我先走了。你慢走，慢走。林小姐，你这属于高材生啊，为啥会来咱们村啊？别叫我林小姐了，叫我小雨吧。我这不是刚放寒假吗？本来是留在学校做实验的，赵主任正好去找我们老师了。听说你们在办养殖合作社，我觉得比在学校有意思多了，就主动提出来了。没想到合作社的提出者这么年轻，年轻有为了，属于是。你这，我这还有个人呢，不把我当人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看你们养殖的猪是把野猪和家猪杂交了，培育出的杂交猪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们喂的饲料还是普通猪饲料吧？对啊，我一直都这么喂啊。不行，会出事的。不是，我家养这么多年猪都这么喂的。那你们把家猪和野猪交配是头一年吧？它们交配后基因会发生一定变化，生的小猪仔也不能像喂普通小猪仔一样，不然会养不活。那该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我加你微信，我给你发点东西，是一些药剂，你拿着上去买就行了。这样吧，你不知道那些药剂长什么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行，走。哎，我也加个微信，美女。祖宗保佑。子孙真是好久没找我了呀。祖宗，我最近在忙着合作社的事儿，没有来看望祖宗，还请祖宗见谅。这次找我是因为合作社的事吧？祖宗果然神机妙算。村里来了个专家，但是我还是不放心，所以想过来问问祖宗。在养殖方面，他是值得你完全相信的。快去买他要的东西吧，你们之间的故事还很长呀。故事很长？啥意思啊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快去吧。我服了，祖宗这么大年龄，竟然还喜欢卖关子。你小子平常不挺闹腾的吗？今天怎么这么老实啊？你可算来了，哥。我也不知道这女人她克我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看呀，你是把别人当成偷猪贼了，人家才不想理你呢。那些东西你买了吗？这儿呢。你家有桶吗？去接点水过来，把这个加进去。那我现在就去。这么听你话，这么快啊？你不也挺听我话的？让你买东西，你不立刻就去了？这女人也特我呀。就放这儿吧。行。你这个药跟水的比例不对啊。不过第一次喂个小猪也差不多了，下次我再教你正确的药跟水的比例。好。你们两个别愣着呀，谁去把这个倒进猪槽？我去。这会儿也没事儿。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行，村长给我安排在村部，我不知道咋去，你带我去吧。行，我送你去。哎，你俩干啥去啊？我把这弄完我干啥？真服了，说好当兄弟，你脏活累活都让我干。主任，您要的人可给您安全送到了啊。什么叫我的人呢？
这是我们南泉村的贵人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主任没啥事我就先走了啊。好的，我也不送你了啊。好嘞。小雨啊，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？我看你们年纪也差不多，要不我从中间给你们说道说道？主任，你说啥呢？不说了，我带你去你房间看看吧。行，走。不去呀，一起去。哎呀，儿子，最近工作累不累啊？怎么这突来的人文关怀让我好不适应啊？还好吧？怎么了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。自从上次跟王家的事儿吹了以后啊，咱们村里人好多人跟你相亲，都说你工作比较忙，给你推了。你自己的事情啊，自己上点心。这工作的事情呀，可以先放一放，先成家再立业也是可以的呀。知道了吗？我跟你妈不催你，就是因为觉得你自己能够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别让你妈太操心，行不行？儿子呀，你说咱家条件也不算太好，你也别太挑了，咱找个踏实、能过日子的媳妇儿就行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看看这孩子，一说他不爱听的，这就走了。没跟你对着干就算不错了，你看你这倔脾气，跟你一样，烦死了。天明，你看，我今天来养殖场的时候，发现有好多猪都不吃不喝，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我也没来得及找兽医，这是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心血，要是没了，亏损也太大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。之前喂画眉鸟喝了点聚灵泉水，它们瞬间变得有灵性了，给生病的猪喂点，会不会就好了？我有一个办法，我有一瓶矿泉水，很神奇，只要把它稀释了，倒入猪饲料里，不知道能不能解决。真的管用吗？事到如今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不如明天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想别的解决办法。哇，这个泉水好有用呀！还不是因为林大研究生平时的悉心照看，让他们的活力大大的增加了。好了，你就别吹捧我了。既然没事了，那你就先回去吧，我再待会儿。我回去也没事儿，我这陪你待会儿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赵主任，您知道的，放眼整个蒙新县，甚至白江市，我们公司在农产品领域都能排得上号，而且开出的条件也十分诱人。合同书我也带来了，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咱们现在就可以签。张总，你能来跟我们村合作是我们的荣幸，但是现在不能立马做出决定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等你们决定好了，告诉我，我立刻带着合同书过来。好嘞，那您慢走啊。哎，你们谁给天明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起商量商量。主任，来了这么多人，出啥事儿了？刚才啊，县里面的华丰农业公司的张总来了，说要跟我们村签合同，应该是对我们这个黄瓜合作社和养殖合作社有所耳闻了。合同？签啥合同啊？投资500万，控股我们村所有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，条件是只供应他们一家公司。500万确实够多了，但是这样咱们会失去主动权和经营自主权，咱们也得好好想想。你说的对，这样吧，大伙儿就先回去好好想想，我们呢不能着急做出决定。回去问问祖宗，看祖宗怎么看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！晚上冒昧打扰祖宗，还请祖宗见谅。咱俩认识这么久了，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这次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县里来了一个人，想收购咱们村的农产品，价格很诱人，很多村民都蠢蠢欲动了。
这在短时间内确实能大大增加村里人的收入。可是他们能够保证以后完完全全的对村里人负责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土地要握在自己的手里，钱可以自己慢慢的赚。可是，一旦村民的心凉了，可就啥也没有了。子孙明白。聆听祖宗教诲，孝顺值加10。这个合同咱们可以签，但必须保留51%的股份，且种植由我们自己来定。我们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跟土地，而不是靠别人收购，不能当一个待宰的羔羊啊！天明说的对，我们支持。没错，我们也支持。支持。张总，村民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，咱们就合作。小兄弟，能有此等魄力，我敬佩。就按照你们说的，等我回去把合同书修缮好后发给你，咱们立刻签。好。打电话找我啥事啊？你看我今天穿的漂亮吗？漂亮，你穿啥都很漂亮。那我穿养殖防护服的时候，也很漂亮吗？我在这儿待了也有半年了，你的踏实能干、有担当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天明，我想留在这儿，想和你一起把小镇搞好，你愿意吗？我没啥文化，你可是研究生啊。文化可以学，但你对村民、对南泉村的心思，我可学不来。祖宗，这是我女朋友小雨，以后啊就是咱聂家的媳妇儿。祖宗们放心，以后小雨会跟我一起守护这片土地的。祖宗保佑，我会跟天明一起把南泉村建设得更好的。传宗接代，孝顺值已满。